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203巷内，这里是总督府三林客日式宿舍群，上个星期才正式开馆，所以今天就来逛一逛。其实这个地方我去年就来过，不过当时没有开放。今年3月22日正式营运，由秦美集团设立0KM 商务所。不过现在10点钟，要11点才开馆。 所以我就趁这个空档，去附近的师范大学逛一逛。师范大学的校园有启东建筑被登录为市定古迹，去参观一下。203巷口的对面就是国立师范大学。这是我第一次逛师大校园。 校本部在对面，历史古迹也都在那边。现在这里是师范大学和平校区，有4栋市定古迹，包括行政大楼、普通教室。 礼堂，还有文萃厅，都是日本时代台北高等学校的旧建筑。这一栋就是行政大楼。前面这栋礼堂也是市定古迹，原台北高等学校讲堂。我现在前往后栋，市定古迹。 普智楼、普通大楼，前面这栋是文学院，普通大楼旁边这栋是文萃厅。 市定古迹，当年台北高等学校的算是学生休息、休闲的活动场所。这里有市定古迹的简介。文萃厅，创校时原名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，后来改称台北高等学校。 高校这段教育是相当可贵的，可以放浪形骸，可以不修边幅，可以自由思考问题。对我而言，在高校2年半，影响了我一生要走的路。 这是自由之中，自由自治。
刚刚自由之中那边有学生在拍毕业照，旁边有一些学生是有不好意思在那边开讲待太久。自由之中是台北高等学校时期第2任校长山泽鸠从美国买回来的大钟小钟各一个，当时就挂在行政大楼的3楼楼顶，作为校钟。山泽鸠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校长，在他的任内引进了自由自治的学风，所以当时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作风都非常的放浪形骸，很不受控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鹿野忠雄，他经常翘课跑去做田野采集昆虫、植物标本。后来因为旷课太多，甚至连期末考都没有参加，最后甚至因为修业的时数不够，没办法毕业。不过山泽鸠校长挂保证，就让他毕业，领到毕业证书，然后回到日本继续深造。这也是因为山泽鸠的作风非常的开明，他认为像鹿野忠雄这种天才型的学生，是不必受现有教育体制的限制。发一张毕业证书给鹿野忠雄，会是将来台北高等学校之光。当时的大钟跟小钟，在战后小钟失踪，大钟后来继续作为师范大学的校钟，后来退休之后，现在放在图书馆的大厅里面。目前在师范大学校园的自由之钟，是台籍日籍的台北高校同学会共同自赠给师范大学。2012年，在日本富山县铸造复刻版的铜钟，并于2013年4月23日在师范大学校园举行揭幕式。4月23日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创校日。战后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台北高等学校校友会，就叫做交业会，因为台北高等学校的校徽就是有3片香蕉叶，所以校友会就命名为交业会。看来师大的毕业生都很喜欢在自由之中这边拍照。我现在离开了。现在上午11点多了，我要走回金山南路2段203巷。从师大的校园就可以望见总督府3林课宿舍群。0 km。My joke is better than Taipei or Tainan or other stuff. 就先参观这栋，这是开馆时间跟休馆时间。先参观一下庭园好了。最前面这一户是22号，这一棵是珍贵老树，台湾油杉。当年本地社区居民发起保护这一棵台湾油杉老树的运动，最终有促成这附近的这6栋日式宿舍保存下来。附近其他的日式宿舍，后来都已经陆续拆除改建了。刚遇到工作人员说可以进来参观。
这边过去就算是进入另外一户邻居家了。刚参观的是22号、24号保育小站。对，然后让它在下面这样跑出来。整间房子里面充满木头的香味。对面单号的这3栋就是0KM 商务所。0KM 商务所，所以在203巷，单号有3栋，双号也有3栋，总共11户。一座百年森林的自然演替与修复力量。过去这里曾经有一栋木构建筑，在1998年因住户用火不慎而烧毁。跟附近的龙井时光生活园区相比，同样是日式宿舍群，这里多了陵园之美。今天是非假日，不过游客非常多，里面的咖啡厅也都爆满。我现在离开了，走往捷运东门站。那我今天的总督府三林客宿舍群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回程就顺道去龙井时光生活园区逛逛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